第一個科目其實對 ES 來說就沒那麼友好。雷克薩斯竟然在天馬賽車場辦活動，還拿公路閃電下賽道，不管你是真的要買車還是純看戲的，都來看看哦。一坐上車，我發現到第一件事情是这個方向盤挺細的感覺。是的，這個如果按尺寸來說的話，它比上一代應該還小了一點點。沒想到一開始的科目竟然是直線加速，我的內心真的在偷笑啊。第一個科目其實對 ES 來說就沒那麼友好，它的加速呢就確實是，咱好聽叫線性，就確實比較線性。的確是比較柔順了。這個是的啊，這個動力是沒有什麼驚喜啦，比我想象中的好一點啊。剎車腳感倒是還行，一切都是中規中矩。進行到這裡，我覺得這次試駕活動差不多就是我想象中的那樣。沒想到接下來，前面這個呢就是一個正常的左彎，咱們想模擬的其實就是我正常開40多50的時速，前面有點情況，我一收油。我現在把油門放掉，其實這車的姿態沒有太被破壞。因為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有時候打车打到那個網約車，那個風琴腳真的，你上面玩手機玩5分鐘就受不了了，就要暈了。好，那這個彎就不減速了，反而是要加速的，姿態什麼的都控制的還不錯啊。然後接下來就是天馬最危險的7號彎了，這邊很多失控的加速都，就是你的車身姿態不會太有一些那種很突然或是很突兀的一些感覺，整體算蠻平穩的。而且它這個車的抓地力，我其實有一點驚豔欸，因為這個胎其實只是泰然者輪胎，扁平比也比較大，但是感覺它的循跡性沒有被破壞掉，主要是覺得說這個車的車頭車尾是相連接的，調教的不好，或者是剛性比較差一點，會覺得扭來扭去的。繞桩的時候，我覺得車尾動態特別吸引我。就这感觉。会馬上幫您修正，它車尾的反應也蠻自然的，車尾能跟上。對對對，它車尾其實是跟得上的，不會讓你覺得像以前的雷克薩斯好像會那麼的沉穩，這個還是比較靈活一點。是的，啊，這車尾好像跟隨性還不錯啊。好。對，會稍微有點跟，然後我覺得它應該 VSC 應該稍微有點啟動，但是不會太突兀啊，不會說一下子好像忽然把你的切掉。經過1圈多的試駕，我發現它的車尾動態特別活潑，沒想到 ES 竟然能帶給人這樣的一個感覺啊！這種感覺坐在後座的時候更加明顯。哦，對了，趁着換手的時候，我體驗了一下後排的腿部空間。這個後排空間真的好大，它那個隊友，這大概有4拳了吧？這車軸距才2.95米而已哦，不算說非常非常長，都不到3米。哇，這車尾其實挺靈活的，對，就坐在後排特別明顯。您說剛才不是說，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啊！我剛才沒跟您說。一句話總結 ES 的動態表現：動力幾個，底盤保有雷克薩斯的質感，但卻多了很多活潑的感覺，就像穿着數十年如一日的老婆，忽然變得有點辣。最後還是說一下這輛車的靜態表現。我們的試駕車雖然不是量產車，但是也幾乎和量產車差不多了。外形還是老樣子，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幫他說話。本來我也覺得在上海車展上展車的造型有些怪，但是換上了超音速鈦銀，配合着光影的變化，它變好看了，不像圖片上那麼臃腫了。如果再加上蒙娜麗莎套件，那更好了。對了，引擎蓋上隆起的造型是為了讓你在駕駛的時候更能確認車身的位置和姿態，這在 MX-5 上面也能看到這樣的設計。另外，內飾質感比我之前在廈門第一次相遇的時候好的很多。這輛車使用的是竹內飾風格，我覺得不錯看啦。一開始我會覺得說奇怪，為什麼這輛車要在天馬賽車場試駕？這不是自取其辱嗎？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完全不是這樣，這個反應車輛的反應蠻自然的，也不會讓你覺得說，哎，這個彎轉不過去啊，或者是說什麼那種奇奇怪怪的一些不需要的動態啊，它都沒有。那動力当然是不強的，這沒什麼好去辯解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是9秒多，我記得官方宣布的是這個，但是好像也還能夠接受啦。那整個試下來，我覺得不管是 Lexus 還是說這個豐田的品牌，最近這幾年呢，在車輛的動態這方面，的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覺得這跟豐田章男應該也是有關係的。我相信這輛車，可能上市之後，或者是你看到實車之後呢，應該會扭轉啊你對這輛車啊既有的一些印象啦，或者是說開過之後，真的讓我回味許久啦。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拜拜。